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350斤生牛肘现卤现煮的方法，不用腌制，非常的简单。首先我们要感谢像鸭庄餐饮集团给我们提供的场地以及食材，专业厨师，专业技术。大家好，我是唐光灿。我们现在搬运的这满满一大盆的肉，是我们今天要煮制的食材，350斤的生牛肘。从视频中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有这么多的肉，等会儿咱们卤制完成之后呢，给大家称一下这个重量。这里面每一块肉呢都是牛身上的牛腱子肉是比较适合做冷菜卤牛肉的。这些牛肉呢都是我们提前用刀改成块的，一定要按照牛肉的纹理来改刀。每一块牛肉呢大约为3到5斤的重量不等。改刀完成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行下一步操作。首先呢，我们将牛肉放在由专门浸泡肉类的池中去浸泡，一定要放上足量的清水。这一步的目的呢，能有效的去除牛肉中含有的血水，会让我们的牛肉煮出来没有异味，而且颜色呢不会花黑。放置的水位呢一定要高于牛肉5厘米以上。放在水中呢一定要浸泡满6个小时。这个水池呢它是放在空调房的夏天呢也不用担心会变质。如果咱们在家做呢，尽量换一点冰块在里面，或者是把它放在保鲜冰箱呢去泡也可以。在牛肉浸泡的同时呢，我们来准备一些卤制的大料。这里是1000克的大红袍花椒，其次是1000克整的干红朝天椒，这两样呢主要是增麻增辣。大约7、8颗草果，我们先从中间呢将草果呢一分为2，不要剪断，然后再将草果的籽把它去掉，因为草果的籽呢它会发苦，而且还是比较容易附着在牛肉上，非常的难看。剩余的我们准备八角1000克，豆蔻300克，香叶200克，桂皮250克，还有10颗罗汉果，最后呢还有100克的白芷。这些是古法煮制5香牛肘的最基本材料。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罗汉果分出来之后呢，将干花椒呢将它们加在一起。随后除了罗汉果以外，所有的香料及干辣椒呢要加入清水呢去浸泡。用清水浸泡的目的不仅是清洗干净里面的泥沙，更主要的是让香料更容易的出味。将处理好的香料放在一旁浸泡30分钟备用。被分解出来的罗汉果呢，我们要用手将它按碎，最好呢是按一个大窟窿，这样它更容易出里面的甜味。将处理好的罗汉果单独放一旁备用。一次性卤制这么多的牛肉，肯定要用到厨房间最大的汤桶。为了防止牛肉沾脸锅底变焦，所以呢我们用竹签编织一些竹网，放在汤桶的最底端。这个方法呢是目前最有效的了。这个汤桶的直径是60的，它的高度呢是80。加半桶水烧开呢，估计都得40分钟，所以呢我们要提前加水进去烧开。另一边呢，我们将泡好的香料控干水分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呢，我们点火起锅，锅中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开大火将油烧热。这一步咱们来炒制香料。油热以后，我们首先加入葱姜，每样各1000克，用热油不停的搅拌，让它们均匀受热之后将它们炒香。随后再将浸泡好并控干水分的所有香料呢倒入锅中。注意罗汉果和干辣椒呢不用下锅中来炒，因为这个罗汉果我们用的是罗汉果的甜味，然后那个辣椒呢我们用的是它的辣度。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开大火不停的炒拌，将所有的香料炒香。这个香料呢，我们将里面的水分炒干，并且用鼻子呢可以闻到它的香味就可以了。将锅中的香料炒干以后呢，我们加入老抽。加入老抽的目的呢是给汤汁和牛肉上色。我们前期呢尽量去少加一点1桶老抽我们大概用1/3的就差不多。随后呢，我们再加入生抽类的酱油。加入生抽类的酱油呢，主要是提味增鲜。随后我们不停的炒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加入生抽还有老抽呢？主要的目的呢是第一次熬制卤汁，一定要将生抽的酱油味还有老抽的生酱油味呢把它炒出来，不然我们卤出来的牛肉呢会有一股生酱油的味道，并且冷却以后口感也不是太好。熬制直到我们用鼻子可以闻到酱油的香味就可以了。随后我们将香料还有酱油捞出来放在一旁的容器中备用。今天我们采用的是古法烹制，这是炒干的香料以及酱油、罗汉果，还有冰糖、鸡精、盐、鲜味宝，还有干辣椒，泡好的干辣椒。从香料呢，我们不难看出此次的味道呢是麻辣，并且带有适当的五香的香料的味道。剩下的都是盐增加底味的，还有鸡精、味精、白糖呢是提鲜的。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炒好的香料呢倒入卤水桶中，还有泡好的干辣椒，以及处理过的罗汉果。随后呢，加入精盐2000克。加入辣椒呢是为了增加辣度，罗汉果呢是为了增加甜度，加入食用盐是为了增加底味。第一次卤用呢，我们肯定要多加一点盐。紧接着我们再加入大约500克的鸡精，加入鸡精的目的呢是为了提味增鲜。再加入1000克的冰糖，加入冰糖的目的呢不仅是为了提鲜增甜，去这个咸味。冰糖熬化以后，它会带着锅中的颜色附着在牛肉上面。紧接着我们加入约100克的鲜味宝来提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汤汁搅拌均匀以后呢，来补充水分。这个80×60的卤水桶中呢，我们大约加入半桶的卤水啊，颜色呢不要太深啊，枣红色呢就可以了。大家呢记住这个颜色，等一下后期呢我们卤过之后呢会对比这个颜色的啊，大家记住这个颜色。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味道，鲜度呢肯定是有的。它的盐度呢，就是比我们平时烧汤的盐度呢，大约是它的5倍，这样子就可以了，并且呢，最后呢，稍微的带有一点甜度。那么这半桶卤水烧开呢，至少要半个小时以上。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给牛肉焯水。首先呢，我们点火起锅，锅中加入适量的冷水，随后将泡好水的牛肉呢加入锅中。冷水下锅焯水呢，是最有效去除肉类血水的方法之一。350斤的牛肉，我们肯定一次性是焯不完的。所以我们打算5次呢把它焯完。当锅中的冷水在慢慢升温的时候呢，锅中会出现大量的糊沫。那么这些糊沫呢都是肉中残留的血水。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时候呢，锅中的肉呢是特别的白，这是因为我们泡水的关系呢，它是白的啊。那么锅中的水烧开之后呢，我们将旁边的糊沫打出，并且呢将肉捞出，放在一旁的冷水中呢去冲凉，冲干净表面的一层糊沫。总之呢，我们前期呢一定要处理干净牛肉。大家看一下这个牛肉的品质啊，只要你处理成这个样子之后呢，不管你是怎样去煮呀、炖呀都可以，就是用清水呢直接煮出来了，这蘸辣椒油呢也是非常好吃的。那么我们按照同样的方法呢，将所有的牛肉呢都是同样的焯水。随后我们再将焯完水的牛肉呢加入卤水桶中。面前的这些牛肉呢只是一半啊，旁边还有一半呢还在焯水。将所有的牛肉加进去之后呢，这个卤水一定要高于这个牛肉最少要5厘米以上的啊。将所有的牛肉加入锅中之后呢，我们开大火，先将锅中的卤水将它烧开。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注意锅底这个火啊，不能是用那种猛的冲火，一定要用这种柔火，要不然很容易烧焦变糊的。那么等到咱们锅中的卤水烧开以后呢，这个肉呢就开始上色了。那么这个牛肉我们怎样去煮制，掌握这个煮制的时间呢是非常关键的。煮完之后到底要不要关火去焖泡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要不要焖泡的这个知识。如果你是用这个火开水呢一直去煮的话呢，这个牛肉煮出来呢它非常的干香，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重量会减得很多。正常的话呢就是1斤牛肉能煮到5两到6两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出来的成品呢它就会缩水一半。如果关火来焖制的话呢，它这个重量呢就会增加，可以煮到8两、7两这样子，但是它吃起来的口感呢就是那种绵柔的。咱们这次煮制呢是大型酒店来用的，一定要讲究口感和口味，所以呢我们一直选择用中火将它煮制1个小时。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牛肘子已经上色了我们可以看一下锅里的汤，对比一下之前呢，这个颜色的红颜色基本上是没有了，它就会随着冰糖呢附着在牛肉的表面上了。这对比一下这前后的汤的颜色。那么怎样来辨别这个牛肉有没有煮熟呢？我们选一个硬的筷子呢，能轻轻的将它插动，尽量选用最大块的来插不要插小的。像这样呢，一看呢就是熟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将它捞出。那么咱们在家做呢，一定要是前期把牛肉处理干净一定要泡水，然后焯水，再冲洗。那么后期的卤水呢，大家能吃辣的多放，不能吃辣的少放。至于香料的配比呢，也就是以麻辣为主。颜色呢，大家可以随便加不加都可以，尽量少用绵白糖，要用罗汉果来代替。加少量的冰糖呢，可以让它这个颜色呢附着在牛肉上面。鸡精和鲜味宝呢，大家如果不喜欢的话呢，可以不放。接近350斤的牛肉，我们卤出来之后呢，还剩221斤。这样卤出来的牛肉呢，比较适合于作为凉菜的一个干切。
在酒店里一次性煮制这么多以后呢，我们要用保鲜膜将它一个一个的裹起来，裹成这种圆柱体。第一是为了好切刀面，第二呢为了好保管保存。放在保鲜冰箱冷却之后呢，就可以改刀切片装盘。正常放在保鲜冰箱呢2个月是没有问题的。上桌以后呢，搭配一些自己熬制的辣椒油就可以了。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每一次长视频的制作都不容易，需要你们的点赞、关注加支持。再次的感谢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